PrEP 是最重要的利器，因为现在在全球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 PrEP。PrEP 可以让这些患者在有一些危险性行为的时候，可以不要感染到 HIV。台湾艾滋病这几年越来越少，大概从4、5年以来，大概到目前大概剩一半，大概从2500人到现在可能1200多人这样子。其实也大部分是归功于 PrEP 的功劳。Now, the annual incidence of new cases of HIV in Singapore has decreased steadily over recent years, actually. From 2007 to 2017,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HIV in Singapore was remained stubborn at between 400 to 500 per year. But since 2018, it has started to decrease until 2021. There were just 250 new cases of HIV a year, and if all goes well in 2022, this number is set to be even lower. This coincided with the increased use of PrEP in high-risk populations in Singapore since 2018. 就台湾在这几年来，就是有多方面的努力哈。那我们艾滋病的感染比例首次就是呈现下降的现象。好，那当然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有帮忙说有下降，但是主要还是说在 PrEP 应该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因为其实以前都是比较消极性的哈，叫病人有安全的性行为。可是这种是教育或者是说他病人本身要认同哈才能达到的。那如果借由 PrEP 的协助呢，他可能就是更积极性的可以预防这个艾滋病的感染。现在台湾大概在 HIV 病毒的新增感染者在最近几年已经大幅的下降。那事实上，我觉得是说。报告说，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有服药，跟台湾也开始推广 PrEP 计划是有蛮大的关系的。所以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这个真的能终结艾滋，应该可以在台湾达到这样的目标。I would say challenges include the high cost of PrEP to patients, the inconvenience to patients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regular testing, cause stigma, and prescriber inertia in certain doctors who may not be that in tune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PrEP use. Firstly, obviously decreasing price of PrEP will definitely help a lot. But I guess that's not all. Decreasing inconvenience to patient by decreasing the number of tests needed, decreasing stigma,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PrEP, moving forward, increase education for current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medical students on the use of PrEP would help. 最主要是在台湾是原厂的 PrEP 很贵，那要怎么样可以让年轻的人比较没有钱的患者，因为他有危险性行为，他又可以拿到 PrEP， 不管他每天吃呢，或者是要用之前才吃，就是任务型的方式给药。那这都有帮助，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因为太贵了，所以这时候学名药其实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在台湾还有公费的，还有原厂药的买1送2，但是这些都还比不上学名药的好处，因为学名药确实比较便宜。其实 PrEP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stigma，也就是说很多的民众自己会很担心。他吞了这颗药之后，会不会被别人认为他是 HIV 的感染者？PrEP 是最重要的利器，因为现在在全球，condom 已经不是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因为如果是 condom 很好的方式，那早就已经是预防了哈。可是呢，当现在感染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的是 PrEP， 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 PrEP。我觉得最大问题应该还是在于说，虽然说 PrEP 现在蛮多人在使用的，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更多的人可能还不知道 PrEP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说在资讯的传播上面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我觉得是说对于这个 PrEP 的认知上面，应可以在不管是在同侪团体或者是在年轻族群这边，可以更广泛的让大家所知晓啦。那因为可能 PrEP 过去还是有一些
污名化的存在，所以政府在这一块方面似乎有一点就是还不太敢大力的去讲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促进的一个计划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努力的空间。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发现不吃药的病人大有人在。而且以前是好好的追踪、好好的吃药的病人、好好的就医的病人，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医疗院所来好好的吃药的病人，这样子的困难个案会引起更多的一些防疫的漏洞，所以使得这些新感染者的这些状况会更多的出现。其实PrEP 的使用，如果就是病人他其实是规则哈，在医师处方的方面的话进行使用，基本上是相当的安全的。好，那只是担心说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没有看医师哈，就自己认为他是阴性的感染者，然后他就自己擅自使用这个 PrEP 的药物，好，那可能就比较会有以后抗药性的问题。好，那如果基本上他是在医师的处方下面，好，在门诊进行抽血的追踪，那PrEP 其实是目前安全也有效的方法。那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是 Chemsex。当他使用 recreational drugs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可能会漏药，可能会断药，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那么所以它就有可能有药物的 resistant， 就是所谓的抗药性。当有抗药性的问题的时候，它会引发更多的一些危机，就是可能药物对它没有效，它可能要吃到2线药物或是要这个它如果断药的时候，它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一些病毒的这些反串，所谓的病毒就开始会不断的复制出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也会使得新感染者的人数会增加，因为他在玩 Chemsex 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戴好保险套，所以他也会造成，当他自己漏药或是断药的时候，他也会造成更多人有机会被他的病毒感染到。因为在预防工作上面是永无止境因为预防就是胜于治疗嘛，所以在整个公共卫生端，还有就是整个台湾的个管师制度里面，我们会发现，虽然新感染者越来越下降，可是重点要放在防疫，要放在防治，要放在预防 prevention， 所以这样子的预防是一个真正要实地上去做，而且真正是要让社会大众去认识这样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达到终结艾滋，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好好的 treatment 就是 as prevention， 所以如果好好的治疗到每一个病人都可以到达 undetectable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可以终结2030毕竟离现在大概也剩7年的时间了。那不过说，因为最近几年看起来每年的新增感染者大概有10几%上下的下降然后我记得应该从2017年到到去年为止，大概几乎有下降1半的感觉，下降50%所以这样在6年期间下降50%，我相信在2030年应该这个个案数应该可以下降的更多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个愿景但是我觉得说在还有7年的时间，我相信如果大家努力的话，我觉得这个终结艾滋并不是梦想。一定是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这样子。目前这样以桃园医院来看，我们的母婴垂直感染率，我们几乎是从民国93年，就是2004年开始就有艾滋宝宝产生疑似艾滋宝宝这样子一个怀孕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生了100多个孩子，都是完全被排除，就是没有任何艾滋宝宝产生那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照护是很需要去个管师跟医生很需要去联合一起，让所有的女性生殖跟妈妈一旦怀孕之后，怎么样好好的让她好好的吃药，可以把婴儿她的胎儿一出生的时候就能够好好的照顾好，使得她能够被排除，这件事情是很需要去努力的What I feel what I look forward to would be maybe more choices of medications with reduced risk, reduced need for testing, reduced costs, and increased awareness among patients and doctors.
这个终结艾滋病毒的一个部分，就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好，那其实我相信，就是之后的一些预防性药物，可能会越来越进步。好，那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是使用针剂的部分。好，那或者是有其他的更有效果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好，所以我是相信2030年应该是有这个机会。The Government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 of Thailand is proud to invite some leaders in HIV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to 25th Bangkok International on HIV Medicine 2023 Symposium, one of the largest HIV conference in Thailand annually. The invited delegates are recognized for their effort in providing greater access for individuals seeking HIV prevention, such as PrEP, and we hope the event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expertise with their passion in HIV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for the population at risk. Well, I think this Bangkok HIV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as very educational. There were many renowned spea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found most inspirational was this talk on moving forward to HIV by 2030, focusing o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这次活动主要是可以看到别的国家不同的经验因为的确泰国在亚洲地区来说算是 HIV 这个疫情算是比较严重的地区，可是相对来说，他们政府或者是民间团体等等，或者是国际组织也愿意花更多的资源来投注在这块艾滋病的治疗跟防治上面For the GPO activities, what I look forward to was the factory visit, and I think I was impressed by the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I've seen at the factory. 那刚好这次也有机会参访这个泰国他们制药公司政府的制药公司的工厂也翻到说他们的确在对于不管是 HIV 的药物的供应包括说很多健康相关、医疗相关的产业，他们愿意投入很多的资源在这维持它的这个稳定性跟持续性，还有就是他们愿意花在这个健康促进上面花了很多资源所以我觉得说这是得到的感想，就是说我也觉得说台湾也可以在这方面也可以学习人家的这个精神今天我们也去看了 GPO 的药厂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很棒、很 great 的一个药厂，而且是带有非常远大的目标，而且有远大的期待一个药厂，而且是官方的药厂我们很期待说。这么好的一个机构那可以投资吗？因为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机构，我觉得其实是前景无数的、渴望无数这样，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会令大家羡慕的所以 GPO 我相信未来的发展是真的无限可能就像这一次去参观 GPO 的药厂，也让我们觉得很惊艳，因为这个药厂就是非常的大，非常干净整齐，然后我相信。它就是要传达我们一个讯息，就是我的药并没有输原厂药，跟原厂药一样好。所以如果说像这一点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知道说，其实我们可以用更多就是 GPO 的药物来做我们台湾的 PrEP 的预防。Since Venture Medical began providing affordable PrEP for HIV prevention in 2018 in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we have served over 1,800 clients to date. The doctors here today play a big role in making this possible for the clients. Their efforts make a big impact to the communities at risk. Apart from recognizing their contributions, we hope the symposium will help them to increase their expertise and benefit their patients in the future even more.